30? Actually, we are selling our models and we have a home inspection going on today from 1 to 4. Okay, sure. That's great. Okay, so the model home is already built and ready, right? Okay, sure. I got you. All right, thanks so much. I appreciate it. I appreciate you. Thank you. Bye. Bye bye. OK， 原本是2点多的 schedule， 跟着我前面还有另外一个 tour， 不过我现在估计应该早点过去，11点到那里看一会，然后我1点还有另外一个 appointment 要去。好久感觉没有拍这种 day in the life 了，你知道，就是跟着我去看一天房子啊，然后又要上学又要干活。不过现在我们也是 final 期间，所以大家都在复习，然后我也把该做的做完了，然后过个星期就要马上考 final 了，所以近期还是比较忙的。今日装扮，可能有很多观众不知道平时我是如何出行的，我都是叫 Uber， 因为主要是路上也要干很多活嘛，所以就公交或者 Uber 是最方便的。Morning, appreciate it, bro. Last thing here, Tesla. Actually, Yeah. for the mechanic part. Yep. Wish you luck, bro. Take care. Hi. For Adam. Yep. Hey.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Sorry for all the confusion. Oh yeah, don't worry. All I get confused here. Very busy day, right? Yeah. Yeah, that's good. I mean, money coming in. Definitely. People going out, coming. Oh, and then the fog was so dense. Some of the planes were circling over the airport. Oh, actually, huh? Continue straight. 刚刚在门口大厅的我们的 doorman 也是跟我聊得非常好，因为我经常每次出门就见到他，他也要终于去特斯拉工作了。他一直跟我说他的梦想当时就是做这种小零件的东西，跟汽车有关的。真的，他太热爱这样东西了。他自己买车，天天自己改装，什么也好，我真的觉得就非常 impressive。觉得就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就非常重要。然后呢，其次就是这个司机。他现在74岁了，是个 Uber 司机。他说他只是做这个，因为他闲着没事干，然后他也不想爬楼梯。他以前是做房产经纪的，他做了20-30年了已经。然后他就说他为什么不喜欢做像我们现在这种 agent， 他喜欢去为 builder， 就像我身后现在来到Sunroot City， 今天我要带各位看的地方。他就喜欢做这种房源，因为他知道每次有人来，他们也想买这里的房子，就全部这些建商盖好的房子，就很多人也喜欢这种。不过就每个人追求不一样的爱好，所以我们现在先去看一个房。这种也是在Sunroot这里，1000多尺，好像有一个 model， 我是看到它是大概在100万以下，好像是86、87万。然后我有一个客户最近也是找这种类型的房子，就这种 townhouse， 你们可以看到我身边这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么多楼梯啊！我靠！哎 ，I'm coming out to check out some home with Dorsey around the area。看了它这些就全连排，所以它就有2，然后 Plan 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个，1200多尺 Resident 1。OK， 这个就是中间就是最便宜，这个就是我客户想要看的这一类型。都是些连排。我们这第一套房子85万左右，84万多，不过真的加起价格85万。看完了第一套房子，非常快看完，因为转一圈就是了。那如果大家想看整个房子的细节的话，可以去频道里观察。那我现在就大概带大家逛一圈，看一下这种新建房子是如何卖到差不多100万。然后它这里还有一堆 list 写的东西。如果想看整个视频，可以去到主频道里面找。户型呢也是2个房间2个厕所吧，并不算多。因为你们也可以很简单的看到，现在这些房子啊真的贵 ，location 好的房子没有一个是能便宜得了一点。不过挑高也是非常好的，外面对着就是 Sunroot Sorrento Valley。所以啊，如果在这附近有工作或者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里的房子。新房子挑高非常好，非常敞亮，装修也非常漂亮。
我觉得大家可以多来留意一下，如果感兴趣可以去频道里观看哦。好家伙，原来我价格一直记错了，是87.5万，好吧，贵了一些。转下来看下一个，这一套就是 Plan 2A， 3个房间，2个2.5个厕所，还有双车房。因为刚刚我第一个进去看 3A 那一套房子是最右边这一套，居然有个 elevator 在里面，真的是有点离谱。这一套房子对比起来，一进来就感觉真的敞亮好多倍。 灯光什么也好，比中间那套好多了。然后这里也有个阳台，电视机方面呢，就感觉整个大厅就可能它的做的方式不一样吧，看起来整个地方都好看一些。这个门锁着，不知道是什么，有可能是一个储物空间。不过这一套呢是贵一点，100多万。然后楼上楼梯全都是房间。 对着外面也有窗户，那我们去楼上看一下。所以它的所有房间都在楼上，这里还放了一个 loft 和一个 den， 就差不多 office space， 外国人比较喜欢。灯光也是非常敞亮的。然后转过来看这边就主人房，哦，这个灯和装饰是做的真的挺好的呀，嘿嘿，够高级了。那这里呢，洗衣间，一个小小的双人房。 空间利用的还是比较好的，调高也是。这里住的贵的就真的 HOA 的原因吧，我觉得400多一个月，如果你想象一下，原加房贷再加 HOA 这些，真的特别贵。刚刚也是看完最后一个 plan， 也是比较大一些的一个，但是总体来说，他们这里呢价格可能他们说的是比较实惠。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比较可以接受和理解，并且他们现在还在盖一个新区，就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的地方，10分钟左右车程离这里，也是跟这种样板盘差不多，因为建商都是盖统一一次过盖差不多几十套、上百套一样的房子。那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时间点，喂，1点左右。 所以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我现在走过去，差不多在这个社区里面，也是山路，这整个地方是一个私人卖的。然后，如果大家对这最后一套感兴趣的呢，我也没怎么拍，可以去到我频道里看。最后这一套我也是跟提前跟 seller 说好了，所以其实我现在就走过去看就已经完全 OK 了，因为它这整个山路 community 有很多建商，有这个 Cal West。 建了很多个不同的 Arrow 啊，还是什么 Community， 然后还有我们常听的 Lennar， 也是建了特别多不同的房子。还好现在只是12点半左右，然后走下去下个 property 大概1点，就是我跟他 schedule 好的时间。哦，你们看那边，就是他们刚刚说在新盖的这些房子，不过应该是更远一点。不过像我所说，我待会可能还要去回学校上个课。 真的忙呀这一天，所以希望我能赶上时间，因为现在1点的 tour 完，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tour 完之后呢，我要立刻赶去学校那边叫台车，然后上课，上完我最后一节课，我这个学期就准备考试，就可以结束了。哇哦，圣诞节的东西都开始弄好了。不过我最近就是发现我穿这双鞋子，我感觉是我太久没穿这双鞋子还是怎样，感觉走路起来就非常费劲，因为它是平底的那种，然后它也很软，并不像我平时穿开的比较硬一些的鞋底，走起来更有质感。我觉得以后买房子啊、卖房子也好，其实我也挺喜欢这种社区类型的，因为它有公共设施、有公园，什么都有，应有尽有，里面也非常安全，并且。 就道路上根本连车都没有，我平时在这散步什么溜达就非常的放心。唯独不好的就是很多人住在这些地方，特别密集。现在也是12点半，然后我就提早来到了这里。不过呢，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些新房它的门口进去的地方都是比较窄小的，就一条小走廊，然后走进去，房子全都很高大。不过这一套房子据经纪人说是花了挺多钱来翻新，
里面的东西，还有加了升级啊各种东西，我也挺期待看一下它到底更新了什么，值不值100多万。那我们也是来到最后一套房子，非常好。刚刚在门外跟屋主聊了一聊关于他之后的行程，还有这整套房子，我在视频里都会详细解说。之后呢，屋主会去旅游，所以他也没办法要抛弃这套房子了。不过我觉得这套房子总体是真的非常非常漂亮，然后你看挑高也是非常高大的，自然光也是非常好。更何况它这种是独立屋而不是联排，因为你知道在山路整个社区新建的地方，很多房子它到时候都会变成联排，因为空间越来越小，所以现在有这种独立屋跟隔壁分开墙还是挺好的。外面还铺了假草，然后他之前在这是有孩子在这住着，所以他就全部更新过这种 waterfall 式的大岛屿啊，什么都有。然后我真的进来听到这歌，我就觉得很享受，就非常有一种氛围感。然后他这个也是做的这些 aesthetic 的 design， 那我就带大家在这边也看一次，快速走一圈。因为我在主频道上面是把整个房子录下来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我也是有一位客户感兴趣买这种房子，说当投资或者以后退休也有可能出租方便，当个旅居房。因为这附近很多人来圣地亚哥也是短暂住一下，如果当旅居房的话，我觉得这里也会挺方便，因为房间首先挺多的，你可以算上楼上有4间房间都有。主人房相当的大，它做的非常好，非常 aesthetic。厕所全都是自己定制过的，所以你看挑高非常的高。因为很多这些房子新盖的时候就建商他们就是如果你要求你花多点钱，你就可以自己定制一下整套房子，就可以有不一样的户型跟别人，然后算是说花多点钱吧。然后呢，主人房这里并不是主人房，不过我说它叫主人房，因为主人就常年在这里工作，外面有个小阳台，自己在这透透风，休息一下。然后剩余的时间就可以在这有沙发、有电视、工作台，有个猫砂，因为他养宠物。工作完呢，就可以来这里睡觉，或者这里也可以当一个客房。如果有空余时间，在这洗多个澡，完全没有问题。你说这整套房子150多万一些，屋主要走是不是有点可惜呢？因为我相信他当时买的时候可能应该比较贵，虽然说他现在升值的挺多。然后这里有个秘密，就是他跟我说，之后整个山路社区，因为它还在建，还在扩张，很多山路新开的社区之后，他们用的 amenity 就是公共设施也要跑到来这个旧区这边，所以就特别不方便。我刚刚跟另外一个经纪人说了，也是要10分钟开车。所以说他这套房子以后增值也是机会挺大，不过比较稳定一些，因为始终附近也是科技公司啊，不同的公司在附近，所以出租给别人也是非常的方便。那这套房子就先看到这，我看一下几点，1:09，我觉得我应该差不多叫车回学校吃个饭休息一会，然后差不多就可以上完课，那我就结束这个学期的课程，然后就可以考试了。这次我本来应该用 Sentry Lock， 不过挺好，屋主还装了这种全智能的自动的锁。原来联排的房子卖这么贵，那倒不如找个私下的买家，直接去买他的2手房，并且还是装修好的。如果遇到一个好的卖家，你说不定买回来的会更加划算，更加值。多了50万而已，数目听起来小，但是真的挺多钱的。其实啊，它这边的公园啊、设施啊，整个小区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已经开始有点像国内那种风格了。除了它是卖很多单独个体的房子，每个 unit 不一样，就好比有联排、有独立屋，那个也不能叫独立屋啊，像 townhouse， 不过它就是 detached wall， 就是不是连在一起的而已。大多数均价也是在100万到150、60万左右，看房子的诚信度，还有它翻新了哪些东西，或者升级了哪些东西。不过整体的样子都差不多一个样，每个房子的模型都长得很多楼梯，很高大上，非常高的挑高，所以爬楼梯特别累，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不过呢，它的转手率也是相当的快的。因为在这里始终有很多科技公司在附近，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就会想搬来这里。有一代走了，又来新一代，所以不会说怕像某些区域一样房子卖不出去。毕竟它还是一个全新的区域，一直在翻新或者盖更多新楼。期有一位客户想看 LA 那边的房源，不知道你有没有经纪人可以推荐一下呢？因为我想给个 referral， 不要为投资目的为主，是吧？您可以提前把所有需要的要求都跟我提前说一下，那样子我也好方便跟 LA 那边的经纪人说。For Adam? Yes. Yep. 今天突然发现，其实并不需要去上课，因为我还有一次不用上课的机会可以用。然后呢，刚刚也是有个客户我在联系，在看 LA 投资的房子，不过呢，他就是想固定费用，然后我也要找人推荐嘛，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不在 LA 那边市区做房子买卖，我大多数房子我都只做圣地亚哥的，所以我这个客户就得推给别人。所以推给别人呢，很多人就觉得8000还是不好不做，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因为你跟别人说好了8000块，你又不服务到位的话，到时候就很多矛盾。所以说有时候固定经纪费用是有好处也有坏处，但是自己心里想一想，如果能做，其实8000块我也是无所谓，也是可以当做实习。不过真的有时候有些客户就不是我的领域，并且是在 LA 附近，所以能推给别人也推给别人。就总体来说，哪怕我自己赚不了这8000块，我也可以推让给别人。就算赚的钱多还是少，我也要尊重每个人的决定，因为我不能代表所有人。所以有的人愿意做，有的人不愿意做，我觉得我也不会强求买卖，所以顺其自然吧。刚刚在坐巴士等公交的时候，也是有一位老奶奶走到过来，然后我主动让座，可老奶奶却说不需要坐，她喜欢坐在那个柱子上，对她膝盖也友好。不过我问完之后，她也带着笑容。真的每次看到不同的人面带笑容，我就自己也觉得挺开心的感觉，就一群人围在一起，一起快乐，一起笑。感觉是真的很难描述呀。Apartment searching? Have you did your tour yet with us over at Avina? How's your schedule? Are you busy maybe this weekend or anything? I'm pretty busy down the way because it's already winter season and Christmas.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if you could just send me most of the info through email if you're gonna follow up and everything. I'm running on a pretty busy schedule right now at the moment. Oh, my name is Brian. Okay, thank you. Appreciate it. Thank you, Adam. You're welcome. All right, take care. Bye bye. Take care. Oh, 刚刚也是一直在回信息，跟不同客户在聊，然后突然也打电话帮我另外一个客户弄租房子了，哇，真的特别忙。还好近期是 final， 所以几乎没有什么作业，然后剩下的课我几乎该复习的也复习了。然后呢，就差最后要去打理一些琐事，然后同时在这我也是在看 YouTube， 在这休息一下，真的一天干下来特别累。不过我现在先把手头上的事情干完，看一下晚点能不能有空学习一下，并且或许出门吃个饭，简单搞一搞，因为也是周五了嘛，享受一下也是不错的。OK， 那是时候哇，在外面拍的是真的冷，我也是时候该去吃个晚饭先，然后回来再看看有什么活继续干一干，这就差不多是一天了。再做作业呢？对的。赶紧的，赶紧敲完了，不然头发要秃了，待会。走了。
突然发现，在 UTC 这边好热闹啊！过几天有空再把相机拿出来拍一拍。哇哦！好，我这个点的是个 bowl， 他这点的是个 rib， 可是他说我这个 bowl 应该不好吃，会踩雷，可是我还是偏要踩一踩看一看。没有他说的那么差，不过他家的鸡肉是真的香，就跟 Chipotle 差不多。你这个如何吃的？这一直都蛮好吃，只是今天这个有点散。好吧 ，Tender Green 大王。好吧，有人冬天还要吃冰淇淋。这个客户呢，我也是第一次帮他，然后他是想在 LA 买投资房。OK， 也到了晚上，吃完饭回到家，时间也并不多，出门去看看房，去学校走一走，吃个饭。原本要上课的，不过在家就可以搞定了，剩下就是要复习一下。现在也是晚上8点11了，我的一天也差不多到末尾，我剩下就读书。近期也是开始读另一本新的书，《The 48 Laws of Power》。我之前读了很多书，现在就拿回家湾区送给别人读了。所以总的来说，这就是我的一天。身为一名19岁的房产经纪人，马上也要进入20岁了，可能这个时候也有很多转折点。毕竟也在上大学的途中干的房产经纪也是有点困难的。不过一直努力做下去，相信自己能花3年时间毕业大学，拿到本科毕业，并且还能做到自己的一套系统、一套流程，把自己的品牌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个不错的成就。所以这段期间可能会有点枯燥。不过身边陪伴的家人朋友也好，还有每次遇到客户，还有路上遇到的陌生人，每次都能面带微笑，有说有笑，一起工作努力，一起上进，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我相信如果大家也喜欢有这种氛围感，也可以一起加入我。谢谢大家的关注，能看到这里，我是北美亚当圣地亚哥最年轻的房产经纪人，这就是我的一天。希望你能受到新的启发，并且学到新的东西。如果你也感兴趣，想跟我合作，可以留言里告诉我，或者加我微信也是可以私信我。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